封关后来问海南个税15%的朋友明显变多了。大家都听说年收入100万的话，与内地相比能省下一台车的钱，这优惠是真的，但也确实有条件。在聊了上百位朋友后，我发现很多人的第一步理解就有偏差，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白毛甚至踩坑。所以今天我用一条视频帮你理清这15%优惠到底谁能拿，谁最适合拿，以及3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关键条件。视频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它未来变化的重要彩蛋和一个关于个税的工具表格。首先我们得搞懂最基础的规则，你赚的钱在国家眼里其实主要就分3种身份，算法也完全不同。第一种，劳动所得，这是你用时间、专业技能换来的收入，不管是上班领工资还是接项目、写稿子、做咨询，本质上你是个人在出售自己的劳动，这笔钱年底要合并起来算总账，官方叫综合所得，它的税率最高是 45%， 年收入96万以上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第二种是经营所得，这是你搭建一个小系统赚来的钱，比如你开了一个工作室，经营一个网店，或者是个体户老板，这时候你赚的是生意的利润，自负盈亏，为自己打工，这叫做经营所得，它的税率最高是 35%， 年利润一旦超过50万，基本上就适用这档的税率了。第三种，资产与机遇所得，这笔钱更多来自于你已有的资产、投资或者好运气，比如存款利息、房租、股权分红或者中了一次奖。它的特点是相对被动或者偶然，通常一笔一清，官方称为分类所得，它们的税率一般都是 20%。而海南的个税 15%， 主要是给前2种身份的优惠，也就是你用持续劳动和用心经营所创造的价值。而第3种，依靠资本和运气增值的收入，暂时是不能享受个税 15% 的。所以第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条件，就是你的钱是否属于资产与机遇所得。如果是，怎么将这部分钱转化为劳动所得或者经营所得，便成为需要进行公司架构和业务模式设计的问题了。好，现在就算是你的钱是劳动所得或者是经营所得，就一定能享受 15% 的个税了吗？这里还有个关键问题，你的钱是海南身份吗？比如说你人在三亚，以个人名义接了一个北京公司的设计单，钱从北京打过来，那很遗憾，这笔钱属于北京身份，该在北京交税就在北京交，海南的优惠和它没关系。核心就一句话，能享受优惠的钱必须是因为你在海南工作，或者从你在海南真实经营的公司里赚出来的，这是容易被忽略的第2个关键条件。好了，假设你的收入类型对，钱的身份也属于海南，是不是就能直接领优惠了呢？别急，你还得先集齐3把钥匙才能打开宝箱。第一把钥匙，真实的店铺，你不能只挂个招牌，在海南你的公司或单位得像个真正开门营业的店铺，而不是一个只存在于文件上的幽灵地址，得有真实的办公地，有实际的业务发生，有人员在运作，这把钥匙叫实质性运营，一个空壳子是拿不到它的。第2把钥匙，你的人才身份卡，这把钥匙证明你是个有价值的人。获得方式有2种，一是官方认证，成为海南认可的高端紧缺人才；2是用实力说话，你1年在海南的应税收入超过30万，收入达标，系统自动把你纳入人才候选库。第3把钥匙，居住打卡器，你需要在一个纳税年度里，在海南实实在在的住满至少90天。注意，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而是大数据在默默帮你打卡，你的手机信号、消费记录、住宿信息出入到交通信息的都在自动记录，其中实质性运营就是容易被忽略的最后一个关键条件了。而海南大多数享受了优惠而又被要求退回的大坑，基本就出自于这个问题。关于实质性运营中有一个比较硬性的要求是，你至少有3名员工和一个与之匹配的真实办公空间。所以看明白了吧？海南的 15% 个税，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避税，而是一封长期有效的价值贡献者邀请函。它真正适合的主要是这3类人。第一种是真正的海南创业者，就是你决心在这里扎根，踏踏实实开店、开公司、做实事的人。第2种是新经济下的数字游民和自由职业者，
比如独立开发者、设计师、顾问、自媒体博主，你完全可以线上工作，但愿意把合同、社保、税务这些关系都放在海南，并且在这里享受阳光、面朝大海的生活一段时间。第三种是被公司派驻过来的核心人才，就是你所在的企业业务真真实实的在海南开展，然后把你派过来，你属于企业在这里落地的一部分。简单来说，它鼓励的是那些愿意把事业、时间或技能真正带来海南的人。最后分享一个未来的彩蛋，目前是税负超过 15% 的部分，政府给你免掉，所以你得先按内地规则来交，第2年再申请退税。但封关运作不久后，会切换成直接按照 15% 来交，对优惠的 20%到 30% 的差额部分，你就不需要再垫付了。这可是海南独有的优待。